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赵露思撕破脸后，戳穿了王一博的顶流困局，点燃了行业老底。2025年夏天的内娱安静了不到3天，就被赵露思点了个炸。她亲自下场，不打马不拐弯，直接在社交平台扔下一连串实名控诉，把自己和经纪公司银河酷娱之间积压了大半年的恩怨彻底摊开。不是那种艺人发个模棱两可的声明，留个感谢曾经的体面，而是货真价实的撕破脸，不留余地。他说，公司在他患病期间强行划走205万元赔偿金，还用合同压他保持沉默，甚至偷偷让他财务签了不明不白的账单，把原本属于他的工作室掏空，然后转头取关他，切断合作。一开始大家以为这只是又一场艺人与公司闹解约的常规剧情，但很快事态就拐了个弯，因为赵露思这把火不仅把银河酷娱烧了，还顺手点燃了行业老底，尤其是乐华娱乐以及他们的一哥王一博。这不是赵露思针对谁，而是当他把头部艺人被公司吃干抹净的逻辑说透之后，王一博的那点顶流困局就藏不住了。一个人撑起一个公司，结果却像是寄人篱下。先说赵露思这边，在他控诉的那套操作里，最让人后背发凉的是，他生病住院，公司不是来问候，是来算账的。不是想着艺人怎么恢复工作，而是想着怎么让他闭嘴，然后悄悄把他的工作室架空。注意，这不是小艺人，他是银河酷娱旗下独一档的王牌。网上有人扒出，他一个人贡献了公司超80%的营收。虽然这个数字没法100%证实，但放眼银河酷娱那条艺人名单，能叫得出名字的就他一个，这个80%估的不高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仍然说走就被抛弃，说撕就被压制。这不是他个人的问题，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问题，也就是那种艺人用流量养公司，公司却不给艺人主权。说到这儿，王一博也就顺势被点名了。王一博的反例火得要命，却连个独立工作室都没有。作为乐华娱乐的王牌艺人，王一博不只是红，而是那种能让整个公司股价都跟着起伏的战略资源。据2025年乐华财报，他一人就贡献了公司60%以上的收入。但吊诡的是，这么大体量的艺人，至今没能拥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。从品牌活动、商务合作到影视资源，全都得通过乐华的中台来安排，他手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话语权。别说什么自选剧本、挑剧组，连发个动态、做个采访都可能的请示。外界传言他成立的 YIBO Official 其实只是官方资讯平台，实质操作权还在公司那边。等于是他自己养了一个公司，还要听这个公司的话，跟赵露思的局面有点像，但又不太一样。赵露思是撕了，公司翻脸；王一博是稳着，公司不说话，但资源和独立性早就被按得死死的。这才是赵露思事件炸出来的重点。原来哪怕是顶流，也可能只是公司赚钱的工具人。真顶流不如工具人，公司才是最大的艺人。如果说赵露思的被架空是血淋淋的现实，那么王一博的困局则是那种笑着赚钱，心里清楚但没得选的无力感。乐华不是不清楚他的商业价值，但他们从来没想过要放权，只想继续让他代替公司发光。而赵露思是选择了反抗，他可能会付出代价，资源流失、合作终止，甚至真的会面临所谓行业冷处理。但他的态度已经说明一切，与其死在公司手里，不如摊开了讲，看谁先倒下。这背后其实也映射出当下整个娱乐行业对人的态度。艺人红了，
不是被当合作伙伴看，而是被当印钞机对待。你赚钱，公司吃肉；你生病，公司追债；你不听话，公司直接断网删号送你下班。赵露思之所以能引起这么大共鸣，不是因为她控诉的多详细，而是因为太多艺人心里都在想，她说的可能就是我不敢说的。杨幂的前路，赵露思的选择。这时候，杨幂的老微博又被翻了出来，有本事杀死我，杀不死等我变强大。这句话当年看是中二，现在看真是预言。她当年也不欠旁人，自己开工作室，对抗潜规则，一路走得跌跌撞撞，现在终于能完全掌握自己资源走向，主演加制片加代言加 IP 运营，一套组合拳打下来，全是他说了算。这就是艺人与公司之间最终能达到的理想状态，合作，不是依附。赵露思这次撕破脸，其实就像当年的杨幂一样，虽然当下很狼狈，但如果挺过去了，她就赢得了人生里的主权。她现在站出来，也不光是为了控诉，而是重新为自己争取空间。哪怕没有合同在手，没有资本加持，没有粉丝团操盘，她就靠一句话，一封长信，把整个舆论场扯到光里。也许短期她会更难熬，但从长远看，这一仗她打得很值。真正的反击，从来不是发疯，是变强。王一博还没撕，但他有没有想过撕，外人不知道。但他该清楚，等哪天他的商业价值被稀释了，公司会不会也像赵露思那样，直接把人踢出车外？赵露思今天说的是她的故事，但明天可能就是别的艺人的预演。在这个行业里，合约只是个表面，权力结构才是真正决定命运的那只手。愿赵露思真的能撑过去，把这场官司打成自己的分水岭。也愿其他像他一样的艺人，早日拥有自己的工作主权，不是靠公司红，而是靠自己硬。